体会人间冷暖，看尽世间百态。欢迎您收听人生语录。人这一辈子，只要活着，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，而其中最可怕的难题，莫过于等到老了，才发现自己没有依靠。很多人认为，即使是老了以后，但只要有儿女可以依靠，就万事大吉了。但其实等到老了以后，你会发现，拼的根本不是儿女，而是这4样东西，全占的人多半会大有福气。到底是哪4样东西？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最近身边发生了一件事，挺让人心寒的。朋友的外婆快70岁了，眼睛说不清是白内障还是青光眼，反正基本上是看不见东西的，平时吃饭都是很大的问题。前些日子，老人家晚上9点多钟起来上厕所时，不小心摔着了。人年龄大了，很怕摔跤的，就像朋友的外婆，摔倒在地后，当时就站不起来了，发出痛苦的哀叫声。外婆住在自己的大儿子家里，但等大儿子和大媳妇听到动静走出房间后，对他都没有关心，只有指责。尤其是大媳妇，用那种尖锐且刺耳的声音吼道：“大半夜的，你鬼叫什么？自己不小心能怪谁？”更过分的还在后面，外婆被扶到房间，感觉腿是越来越疼，哪怕最后疼到死去活来，大儿子和大媳妇完全无动于衷，直接装作没听到，安心睡自己的觉。第2天早上，朋友的母亲接到电话，咱妈腿好像摔断了，你让外甥开车来带去医院拍个片子。等阿姨知道前因后果，立马就炸了，连忙质问你早干什么去了。猜人家怎么回？明确回道：怎么？嫌我做的不到位？那你给接走啊，你来照顾啊。接着老人家从住院到动手术，到术后养身体，都是发小和阿姨照顾着。包括住院当天，大儿子和大媳妇都没有跟着。大儿子说自己要出去干活，没时间；大媳妇说自己要在家里做饭洗衣，也没时间。阿姨是家里最小的，上面有3个哥哥，2个姐姐，平日里关系都还不错。等遇到事情了，所谓的兄弟姐妹都在互相推锅，谁都不愿意来医院照顾就算了，也不愿意出钱给看病。后来阿姨就当着我们面讲了一句很深刻的话：老母亲就是因为没钱，才让他们一个个觉得是累赘和负担。如果老母亲手里有点钱，就不会是今天的日子。人到老了，手里有钱和没钱一定是不一样的。当你手里有钱时，哪怕儿女不惦记你的财产，起码不会给儿女的生活上带来负担，对你也能多些笑脸。如果你还有多余的钱，偶尔能给个子女300-500时，他们给你买什么东西，你都能给报销时，给你的笑脸就更多了。如果吃喝都要指望儿女，会把日子过得越来越被动，看人脸色，受家板气，总是躲不掉的。从性质上来说，已经把你当成了包袱，更甚至有些冷血无情的，巴不得你早点离开人世，就不会给他们添麻烦了。是有关于个人品性问题，可实际上人性也经不起推敲。那么除了钱很重要以外，心态也很重要。李嘉诚有一句名言：乐观者在灾祸中看到机会，悲观者在机会中看到灾祸。有些人就算生活遭遇困境，可情绪依然能达到稳定状态，但有些人不过是遇到一点小事情，便开始忧虑重重。假如你无法成为心态的主人，那么晚年生活注定会更艰辛。人活于世，总会遇到一些困难与考验，一天的忧虑已经足够一天担当了。总是为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而担忧，只会让眼前的情况往糟糕的方向发展而已。人到晚年，拼的不是儿女，而是好的心态。子女们成年以后，也有各自要过的生活，以及需要应付的压力。他们不可能时时刻刻安抚父母的焦虑情绪，
唯有那些能带着一颗积极的心，面对困难的人，晚年才能过得幸福，内心也会更喜乐安宁。第三样东西就是要为人自律，不断提升自己。富兰克林曾说：“我从未见过一个早起、勤奋、谨慎、诚实的人抱怨命运不好。”良好的品格、优秀的习惯、坚强的意志、自律的精神是不会被所谓的命运击败的。为什么有些人走过半生之后，生活始终过得很幸福？最简单的原因就是他足够自律。那些好的东西，别人之所以能拥有，都是因为他们有很好的控制力，比如好的身材、稳定的作息等等。自我控制力强的人，人生格局也更宽阔，他们就算遇到困难，也不会轻言放弃。过了50岁之后，有些人对自己的要求会开始降低，觉得如今都已经年过半百了，没有必要活得那么累。但其实，你想要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，唯有保持自律，愿望才能实现。自律的人更有持之以恒的决心，能够坚持自己的想法，不会随波逐流。他们也有自己热爱的事物，比如会不断吸收新的知识，哪怕退休之后，也能确保自己不与社会脱节。人到晚年，如果你能继续保持自律，那么人生一定会过得更精彩。第四个最重要的也就是健康。年轻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只为手里有没有钱而焦虑。如果没有钱，哪怕是失去健康，也要夜以继日地拼命赚钱。殊不知，再多的金钱也换不来一个健康的身体。当年轻的时候，为了金钱丢掉健康，等到老了以后，将会疾病缠身，身体状况越来越差。这个时候，即便是手里有钱，儿女都孝顺，但是也已经没有了享福的命和享福的心情。老了以后，无儿无女，没晚辈依靠，可怜可怕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不过，比无儿无女更可怕的是，老了以后面临疾病缠身的难题。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是无法逆转的，如果你失去了健康，一切也会随之消失。所以，不要以为你还年轻，还能硬撑，就提前消耗身体。到了晚年，健康才是头等大事。哪怕你人生的上半场过得风生水起，可到了下半场之后，却病痛缠身，那往后的路还那么长。就算你有很多钱，子女又有孝心，但你依旧的辛苦地熬过最后的时光。所以，与其总是不断追求更多的财富和权位，不如想一想哪一些才是最重要的。人到晚年，你终究会明白，健康的身体、好的心态、自律的生活和一定的积蓄，这4样东西能给你带来更多的福分。一定要懂得爱惜自己的身体，并且学会用积极的心态面对不好的遭遇。人生拼了一辈子，已经很辛苦了，后半生必须要让自己过得舒适、轻松一些。余生真的不长，一转眼我们已老去。愿你我都能拥有豁达的人生，不要只看得见眼前的利益与福分，而是要把目光放得长远一点，努力守着这4样最宝贵的财富，晚年才能得享自由与幸福。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再会。